嗨，大家好，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最近我会来聊聊这几年的舞台经验，还有在教学路上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也把解决的方式分享给你，希望对正在吹口琴的你有帮助。今天我们来聊聊和弦口琴的重音。做重音核心目标并不是把这个重音做得多大声多重，而是要如何把轻重音做出区别，把轻跟重音做出区别。部分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看到了重音记号，他就会很猛烈的吹，甚至会把音响吹爆。但其实做重音的关键永远都不是那个重音多大声，而是你要做出区别。在做出区别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易的让轻重音的听觉感受不一样。要特别注意，咳音不代表是重音，咳音不代表是重音。在做咳音的时候，那个听觉声响听起来是比较属于低频比较多的。那重音在做的时候是属于听觉声响比较清楚的声音，一个是低频比较多，一个是比较清楚的声音。好，我这边吹一小部分给大家听。如果今天是咳音，它听起来是这样；如果是重音，听起来是。它听起来的声响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看到重音记号的地方，你都可以用咳音去演奏它。练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口诀的方式来帮助你练习。遇到轻音的时候，我们就念作数字的七七七；遇到重音的时候，就念作恰恰恰。把这些东西转换，用口诀的方式，会让你练起来轻松很多。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乐谱的第一行。第一行，它如果用口诀转换，就会变成七七恰七七七恰七，就变成这个声音。乐谱的第二行是以8分音符为基底，好，那重音的位置在1跟4跟7的位置上，所以它听起来用口诀转换听起来是恰七七恰七七恰七，好，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少数在吹一些比较热烈的流行歌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东西速度加快，所以它听起来会是这个样子。它听起来会稍微的活泼一点，稍微热闹一点。第3行跟第4行都是以16分音符为基底，那重音的位置在不同的地方。第3行在第2跟第4拍的正拍上，好，一样吹给大家听。第4行在拉丁音乐比较这种热闹的音乐里面会很常听到，那它的重音位置，你看谱的话，它是比其他行更复杂一些，好，所以在这个重音改变的位置上，你就要特别去练习舌头它瞬间的用力的程度，跟去考验你对于拍子的理解程度。好，一样吹给大家听。接下来吹奏一小段由怡珍老师所编写给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指定曲的大合奏。15岁的自己，那他在中段的地方有用一个类似我们刚刚示范过的乐谱第2行的这个节奏，那我会在每个小节的正拍加入喉音，你可以听一下喉音还有轻音还有重音的差别。第2个片段是由台湾天狼星口琴乐团所编写的亚马逊民谣组曲。那这个组曲总共有3个段落，最后一段它有大量的重音切换，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扣的手，这首是非常非常值得你练习的曲目。好，那我一样吹一小段给大家听。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和弦口琴重音技巧。重音这个技巧很考验你的舌头的力度以及稳定度，这样你在比赛、在表演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发挥。如果这个技巧有帮助到你，也欢迎你分享给所有跟你一样爱吹口琴的朋友。最近我们也会开设一系列的线上重奏课程，如果你有兴趣，也欢迎关注我们或联系我。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我们下次见，拜拜。